们明明那么强，为什么不能早点来？若你们再早一些，我的父母家人就都不会死了，是你们害死了他们。刚把你从蛮人手中救下，却怪我们来太晚了。我叫萧夜，一觉醒来，穿进了一本女频小说。北境将士浴血守土，没人看见；世家公子谈情说爱，反倒人人追捧。女帝不理朝政，满脑子爱恨纠缠，军中权责全偏心给了舔狗少爷。我这真少爷被排挤构陷，一路打压，丢到边关送死营。本想低调练兵攒实力，多少次跟蛮族死战都没动怒。今天被这颠倒黑白的话彻底炸了。我一个南皮硬核爽文爱好者，凭什么在这里受这种窝囊气？村中男丁遗体我刚清点过，一具不少。村口到祠堂没有任何向外拖拽的痕迹。你手腕上的古坟世界是关外小众部族的独特工艺，此地并无这类饰品，看来你并非本地之人。我不求你们感恩，但记住，真正害你们的从来不是来晚的人，是把刀递给敌人的那个。好钢不是普通蛮族游骑用得起的东西，有人在给这些细作提供装备。大人，这上面的暗号我让营里懂蛮文的老周看了。蛮族西村不是随便抢的，他们在青路一条走私商路，有人在往蛮族那边运东西，铁、盐、火。商路起点在哪儿？清河崔氏。清河崔氏，北境第一豪族，3代经营。当初构陷原主通敌的折子，连名11位官员，7个姓崔。有意思。4轮重车，至少8匹马拉，重载，方向蛮族控制区。12个人的脚印，穿的是军靴，不是上队护卫，是正规军族。崔氏的手伸得比想象中更深。撤，不惊动任何人。少长萧夜擅自出兵，惊扰百姓，罚俸3月，记过一次。末将领命。大人，那些村民是咱们救的，蛮族细作是咱们抓的，凭什么？凭他们说了算。从千户所到监军时，一条线拉得明明白白，那就绕过这条线。萧大人，鄙人崔府管事刘全奉家主之命，给大人送份薄礼。崔家出手倒是大方，大人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日后若有什么方便的，崔家愿为大人分忧，指望大人行个方便。回去告诉你家主人，我的方便不是钱能买的，想要方便，让他亲自来谈。大人，您这是把崔家得罪死了。得罪活了也没用。崔氏的报复很快就会来。大人，运粮队说途中遭匪，粮车被劫，需要重新调配。断粮最简单最阴毒，不见血不留痕，饿上10天半月，哨所自己就散了。全员口粮减半，派4组人轮流进山猎野树，弓箭不够的用陷阱。领命。1个月3000斤精铁，够打2000把刀。你在北境都护府有个旧友，叫什么？陈虎，都护府亲镇队的师长。大人怎么知道？你喝醉了念叨过3回。这个，想办法送到他手里，不经任何驿站，不过任何官面上的人。崔氏断我粮草，是觉得捏死我跟捏死蚂蚁一样容易，但蚂蚁咬不了人，马蜂可以。3天了，陈虎那边到底收到没有？北境都护府紧急军令，着少长萧夜即刻率部前往清河崔氏主宅，协助都护府特使执行清查通敌案。大人，都护大人3年前就想动崔氏，3次都被京城压下来了。这次备马，全员。
那是邢玉思的旗。邢玉思不归地方管辖，直属京城。都护大人这次是动了真格。半月前，我们连饭都吃不饱，今天该我们吃肉了。跟大人走！跟大人走！崔氏，当初你们把刀架在萧夜脖子上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，刀会回来？邢玉思，不走军法，走朝廷刑律。都护大人这次是要杀头抄家。你就是那个送死营的小子。少长萧夜，听候调遣。证据做得不错，胆子也够大，一个少长敢捅崔氏这种马蜂窝。少来这套，我叫陈双，都府副将。今日的事你跟着走就行，少说话，别添乱。卑职不敢。大人，邢玉思的人不好打交道，咱们听令行事。该咱们说话的时候，自然会说。大军压境，他连门都不关，要么是有恃无恐，要么早就在等了。陈副将，私兵少说200。3年不见，上次来抄我家的那位张参军，现在还在大牢里吃美米呢。你要不要去探望探望？崔氏通敌，走私军械，资敌蛮族，条条死罪，即刻拿办。英国公府的亲笔手书，崔氏的生意，朝廷默许。你们若敢动我，明日京城的旨意就能让你们人头落地。这就是前3次功亏一篑的原因。都护大人管得了北境的兵，管不了京城的官。每次刀架到崔氏脖子上，京城就递过来一把更大的刀。我看看。通敌叛国，铁证如山。京城的信管不了边关的刀。杀了他！列阵！你们吃的是崔家的饭，但你们的爹娘妻儿住在北境都护府治下的村镇里。崔文渊死了，你们换个东家还能活，但你们的家人要是被牵连进通敌案，你们自己掂量。放下兵器者，既往不咎。3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废物！废物啊！拿下！这不是走私，这是在卖整个北疆。京中贵人已允诺，入冬前可再供精铁5000斤。京中贵人，幕后主使是谁？小子，你以为扳倒我就完了？我不过是条线上的一颗珠子，线的那头在京城，在龙椅旁边，你动不了的。不急。大人，他说的那个线的那头，他说的对，我暂时动不了，但我可以一颗一颗把珠子摘干净，等线上空了，那头自然会露出来。大人，营门外有个人说要见您，不肯报名号，没带兵器，说有封信要亲手交给您。崔氏之事做得好，但你惹了不该惹的人。3日内，京城会有一道旨意下来，不是嘉奖，是你的罪状。趁还来得及，去找都护大人要一个位置。镇北侯府的暗记，北境3大世家之首，手握2万铁骑，这样的庞然大物，为什么要给我一个小小赵官递消息？善意不见得，素未谋面，凭什么施恩？试探更有可能。先递人情，看我接不接，接了就是欠了，欠了就得还。不管什么目的，有一句话是真的：3日，京城的刀已经在路上了。去打听一下，都使大人最近在不在府中？现在天都黑了，明早第一件事。崔氏案的宵夜，
是。坐。崔氏案你立了首功，但京城那边已经有人递折子弹劾你越权妄为，御史台的措辞很重，说你一个哨所小官，未经上报就擅自调兵围剿地方大族，目无法纪。崔氏倒台3天内就递上折子，要么是崔氏的人，要么是那条线上的人。我能保你一时，保不了一世。都护府的面子在京城不值几个钱，拖个1、2月还行，拖久了我自己都得搭进去。怕的不是刀子，怕的是笑着递刀子的人。大人有什么安排？第一，留在都护府做幕僚，挂个参军的环，不领兵不出头，安全。但你这辈子就定在文案堆里了。第二，雁北营校尉实领一营兵马，最前线。蛮族每年秋冬犯边，真刀真枪。而且雁北营是个烂摊子，没人愿意去。我去雁北。明日就走，路上小心。这地方不对劲儿，太安静了。下马，靠右侧岩壁。刀盾配合，阵型严整，哪有山匪用这种打法？铁柱，带6个人顶住东边，剩下的跟我走西边，冲上乱石堆。得令。军中的人，崔氏的狗还没死干净。王燕，千户所实权人物，崔氏在军中最大的靠山。崔文渊倒了，他急着灭口。大人，这事不报上去，报给谁？王燕的人死在荒山里，他自己都不敢认。这笔账记着就行。走，天黑前到雁北营。血宣印征都护府调定。萧校尉，年纪轻轻就来管3000人的营，不知是哪位贵人的面首啊？上月蛮族犯边，雁北营出战几次？0次。蛮族来了就缩在营里，等人家抢完走了再出去巡逻。编制3000，目测不到2000。军令第1条，3日内全营兵器磨亮上游，做不到的10长连坐。第2条，每日操练2个时辰，无故缺席者军法处置。账面1200担，实际撑死400，有些袋子里塞的是沙土。吃空饷，倒卖军粮。李松在这半年吃得满嘴流油，不急。先让他再肥几天。蛮族骑兵1000余骑，往南青石镇方向20里。青石镇3000百姓，北境粮道中转站，坚守营寨，等待增援。粮城驻军2日内可到。点兵！1000蛮骑，2000残兵，这一仗是死是活，今天就见分晓。能站起来的不到1000，能站着列队。李副将随我出战。大营不可无人驻守，本将留守，以防蛮族声东击西。青石镇3000百姓，20里路，蛮族骑兵快，我们更快。跟不上的自己回来，跟得上的今天吃肉。将军，要不要去把我的笔墨拿来？蛮族前锋在等主力，等于送死。不进阵，全军抢占北坡高地，弓弩手居前，长枪兵居后。蛮族发现我们之前，必须站稳脚跟，动作快。来得及。放！老式破甲锥，近距离可穿透皮甲。来了。100、150。
够了！全军冲！玩命了！弓弩手射到最后一支箭，长枪兵顶住！没人跑，够了！左翼200人，跟我走！赶，往河滩赶！蛮族1000人队折损近300，余者仓皇北退，缴获战马127匹，兵器甲胄3车。不必谢我，军人本分。蛮族的粮食分给镇民。操！真打赢了！那是蛮族的马，甲胄，看那车上的甲胄。此战缴获，参战者按功分配，未参战者没有丝毫，无份。李松今天派人出营，往千户所方向去的，我让人半路截下来了。萧夜率兵出营，营中空虚，若此战败亡，可报擅自出兵，自取灭亡结案。若其侥幸获胜，请大人早做决断。头儿，这狗东西不急，他背后那个王爷比他有意思多了。李松，你急什么？该急的人还没到。4个对证，铁杆亲信，手底下拢共300人，军粮克扣的好处分了一层又一层。头儿，动手！急什么？刀还没磨好，杀不了猪。青石镇一战缴获颇丰，兵器需入库造册。全营刀枪弓弩今日起集中清点，按编制重新分配。主将令，任何人不得擅入。今日清查军粮，账面存粮3000师，实际库存800支，2200张的亏空。每一笔采买记录，经手人都是同一个名字。这是前任主将留下的烂账，我接手时就是这样。这是李松与千户所王彦的往来书信。若此战败亡，可报擅自出兵，自取灭亡结案。若其侥幸得胜，请大人早做决断。李松，咱们饿着肚子啃树皮，粮食全进了你腰沟，还盼着咱们死，咱们去拼命，他在后写信盼咱们死。李松，贪没军粮，通敌卖友，贻误军机，3罪并罚，即刻押送都市府候审，革职降为普通士卒。冤枉啊！我家老爷是被人陷害的。萧将军，求您开恩，他上有老，下有小啊！军法处置与家眷无关。我以死明志，他若有罪，我不活了。夫人若觉委屈，可随李松同去都府申诉，那里自有公断。备一辆车送李夫人出营。每日卯时出操，酉时收兵，雷打不动。主将都没写，你算老几？嘉奖令：青石镇之战，以少胜多，斩获颇多。擢升萧夜为燕北营正式主将，领1000人编制。
够咱们吃3个月。京城来了一位贵人，带着女帝口谕巡视北境。此人名为云嬷嬷，是女帝身边第一心腹。他点名要来雁北营慰问将士，小心。女帝的人来一个边关小营做什么？头儿，那车辙压得这么深，装的不是人。末将萧夜，恭迎嬷嬷。好俊的后生，难怪沈都护在折子里夸你，说你是北境难得的将才。陛下赏的10匹蜀锦，2堂御酒。你们边关将士苦，陛下心里记挂着呢。这份量，跟那几辆马车的车辙一样沉。多少人？吃得饱吗？冬衣够不够？1200人，粮饷按月发放，冬衣已备齐。问的全是废话，他不是来巡营的。这是什么？俘虏，青石镇之战所获，尚在审讯中。审什么？几个牧民罢了，陛下人都不愿多造沙尘，放了。嬷嬷，其中一人是蛮族斥候队的使长，掌握左贤王部的兵力部署。末将正在。我说放了，萧将军，这是陛下的口谕，你一个1000人营的营将是要抗旨。末将遵命。这就对了，年轻人有冲劲儿是好事，但要分得清轻重。头，盯到了。云嬷嬷的人把5个俘虏从后营带出去，走的是西边小路。我跟到3里外的枯荷塘，有一伙骑手接应，穿的是蛮族皮甲，骑的是草原马。私放敌仆，蛮族接应，俘虏是幌子，那几辆马车才是正事。铁柱，点30个人，把云嬷嬷的营帐围了。嘿嘿嘿，得令。萧夜，你疯了！嬷嬷私放敌俘，通敌之嫌，末将不得不查。我是女帝钦差，你动我就是动陛下的脸面，你担得起吗？口谕无凭。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破车。头儿，你来看。头儿，上面写的什么？7万人，他要把7万人当牲口送出去。头儿，念啊！镇北军7万众，久驻北境，糜费甚巨，着急解散编制，分批遣送左贤王部，以充劳役。若有抗命者，格杀勿论。7万人，老周在里头，刘瘸子在里头，我师傅也在里头。陛下要把他们当牲口送给蛮子。老贼婆，我砍了你！不杀他。凭什么？他死了，这道圣旨就成了死无对证，把他关进囚车，活得比死的有用。今日是7万镇北军，明日就是我们。朝廷不拿我们当人，女帝把北疆当嫁妆，我们流血守土，换来一道送死的圣旨。我不愿做待宰的羔羊，你们呢？愿随将军誓不为奴。自今日起，我们不再为那个晚昏庸的派命。清君侧，我萧夜与诸位共进退。沈都护急见。都护府已收到京城急令，命北京各部即刻围剿叛将萧夜。落霞城，那地方城高墙厚，守将是沈家的人吧？咱们这点人怎么？传令，全营拔寨，移驻乡内出发。城墙少说4丈高，守军7000，咱们1200人，连人家的零头都不够。回营。沈惊鸿这个人，你了解多少？20年前被派到落霞城守边，一辈子没挪过窝，也没升过官。据说他一直盼着京城来人，盼了10几年了。那就给他送个人来。就这，命落霞城守将沈惊鸿即刻进京面圣。陛下思念心切，望卿速回。够了，沈惊鸿再蠢，也不会轻易开城门吧？万一他验令牌，万一他派人核实，他不会。你怎么知道？等了20年，盼了20年，每一天都在想陛下是不是忘了我。这种人不需要你骗他，你只需要给他一个相信的理由。我带30骑进城，看到3道火光，全军跟。要是露馅了呢？那就31条命换个明白。
呈上听着，京城钦差奉旨宣诏，命落霞蜀将沈京侯接旨。令牌呢？没有验证，没有问话，直接开门。钦差大人，旨意在哪里？陛下当真召我进京？陛下思念心切，望卿速归。我就知道陛下没有忘记我。20年，我在这里守了20年，每一天都在等，终于等到了。不是对他的厌恶，是对那个高坐龙椅上的女人。他把人心当棋子，把忠诚当笑话，而这些被他抛弃的人，至死都在替他找借口。沈将军，路途遥远，末将奉命护送，为保安全，容我部下先接管城门防务，以防宵小趁夜生私。好，你安排便是。来人，把城门防务交给钦差大人的人，收拾行装，备马，连夜出发。全军进城！你不是钦差？没有什么密旨，女帝从未记得你，你守了20年的城，她连你的名字都未必记得清。醒醒吧，给她一匹马，送出城去。就这么放了？她想去京城找她的陛下，就让她去，看看女帝会不会见她。头，箭矢12万支，铁甲3000副，粮草够吃半年，咱们发了！把锁砸开。第一封，嘉奖守城有功，时机未到，暂不宣旨。第二封，许诺来年调他回京。第三封、第四封、第5封全是空头许诺。他等了20年，就靠这些活着。这女人把这些当宝贝藏着。3个月前，城墙多高，哪里薄弱，粮筐在哪儿，水源在哪儿，全部泄露。族手里握着这座城每寸防线的将图。将军，这是说蛮子随时能打过来，而且他们知道咱们所有的。召集所有校尉，现在。我们拿下了一座城，但这座城的秘密，敌人比我们更清楚。都看看，城防图全给了蛮子，那咱们现在跟脱光了站在人家面前有什么区别？要不弃城，趁蛮子没来，往南撤。撤到哪儿？南面是朝廷的围剿令，北边是蛮族，东西两面是荒原戈壁，1000多人走不出3天就得渴死。那怎么办？他们知道旧的防线，那我们就给他们一条新的。城防图泄露的是3个月前的布局，3个月够我们把这座城翻一遍。这里原来的薄弱点，蛮族一定会从这里主攻。那咱们加固？不，留着它。在这里和在这里挖壕沟，城墙内侧50步设3道巨马，薄弱段后方的民屋全部清空，改成瓮城。他们以为这是突破口，我要让它变成坟场。嫁妆，7000将士的命是他的嫁妆。女帝要嫁左贤王，北疆6城是聘礼，沈惊鸿是帝钥匙的手。7万镇北军的死罪圣旨不是孤立，朝廷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北疆。那我呢？1200人跑到这里来，在他的棋盘上算什么？赵典柱，在。去把城里所有校尉对证叫来，一个不许少。就说新城主有话讲。棋子，不，从今天起，我自己执棋。一夜之间换了天，连个招呼都不打。哼，谁知道沈大人是死是活？这姓萧的，凭什么？自己看，将城防图交于左贤王特使。城防图，他把城防图给了蛮子，我们在城墙上拿命守的东西，我周德构在这城墙上蹲了10年，10年，他把我们卖了。这信谁知道真假？万一是你伪造的呢？3月初9，京城来使，着青衫，左甲有痣，待女帝口谕，跟第7封信的日期、内容一字不差。沈惊鸿的亲笔日记。
还有一件事，镇北军7万人，因为反对和亲，全军论死。今天是他们，明天就是落霞城。诸位觉得这个朝廷还值得你们拿命去效忠？我周德厚从今日起只认萧将军的令。铜牌落地的声音此起彼伏，最后连成一片。47个人，47块铜牌，1块不少。跟了将军3年，头一回见不费一兵一卒收了一座城的军心。劳军的拿去吃。将军的规矩，照价付银，1文不少。这当兵的跟以前不一样。将军，咱查抄的银子也不是无底洞啊。人心比银子贵，这里加固，明面上不动，暗地里加3层夯土，城头弓弩卫全部后移50步，留出空档。将军是要……蛮族若按旧图来攻，一定集中兵力猛冲这里。冲进来才发现是口袋，三面合围，一个都跑不掉。那万一他们不按旧图打呢？那就说明他们有内应，到时候再说。报，城南方向发现大规模军队调动，旗号是朝廷禁军，初步估计5万以上。报，城北100里外，蛮族骑兵频繁出没，数量不明。南边5万禁军，北边蛮族铁骑8000人夹在中间。来得好，就怕他们不来。5万禁军从集结到抵达，最快半个月，这是我的窗口期。赵体柱，城主府存银还剩多少？发完欠饷，又照价买了那么多粮食物资，满打满算不到3万两。落霞城里谁最有钱？林家。将军需要钱粮，将军，林家需要安稳。我愿献白银5万两，粮食3000吨，只求将军保林家周全。我还要养东西。联姻。小女若雪年方18，尚未婚配。若将军不嫌，林家愿以嫡女之礼。嫡女？正是，林家诚意，绝非虚言。嫡女嫁过来，林家就是正经的将军岳家，绑得死死的。我败了，他说被逼的；我赢了，他是从龙之功，怎么算都不亏老狐狸。行，3日后下聘。将军，这林家靠得住吗？靠不靠得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的粮仓和商路。将军，出事了！林家那个嫡女当着满堂宾客的面，指着咱们送去的玉镯说那是他丢的东西，说咱们偷的。林家老太太帮腔，要咱们给说法。那些宾客一个个看好戏的嘴脸。备马。萧将军来得正好，这只玉镯是我3个月前丢失的私物，不知怎的混进了聘礼里。我只是想要回自己的东西，不过分吧？林姑娘，你确定要这样做？我只是在要回自己的东西。林老爷，令已不愿，我不强求，婚事作罢，但今日之辱需要一个交代。将林姑娘与林老夫人带至城门口，罚站1个时辰。在场各位商户，烦请移步城门口，亲眼见证林家的待客之道。将军开恩，小女不懂事，老母年迈。我给了林家体面，林家还我羞辱，1个时辰就能结清，已经是我最大的宽容。林家毒死铁板上了。白银10万两，粮食加倍，全凭将军处置。婚事呢？小女若雪确实不堪大任，老夫膝下还有一女，庶出，名唤月瑶，温婉之礼，通晓账务。若将军不弃，3日后完婚。是，从简。是。 5万变10万，
嫡女变庶女，一个时辰的代价，不亏。这个女人比她爹实在。将军，这个景兰，景兰，城南方向。3个月前，沈惊鸿3个月前就在给这个人运东西。那时候我还没反，朝廷还没派兵。那3车特货，账上有没有写是什么？这不是评判，这是早就布好的局。3个月前，沈惊鸿就在往禁军前锋地运甲胄，那时候我还在边关杀敌。把这本单独锁起来，钥匙你自己收着。朝廷早就在磨刀了，磨的是杀我的刀。将军，禁军7万，已至城南80里，安营扎寨。主帅谢景陵，英国公府嫡子，副帅是他姑母谢老夫人。听说22岁，没上过战场，这次领军是女帝钦点。7万人来杀我，领头的是个没见过血的世家公子。7万镇北军的命就值这么个东西来收。擂鼓军役，7万禁军长途跋涉，不熟地形。主帅是个没打仗的世家公子，别高兴太早。谢景郎是废物，但他姑母谢老夫人不是。这女人20年前跟过先帝北征，打过3次硬仗，手底下有一批老卒。真正要防的是她。将军，属下查到一件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谢景兰在军中听说城里有位才女叫林若雪，派了亲随入城，要买一套镶宝石的头面，说是见面礼。最初我以为是计，声东击西，麻痹守军，不是计，是真蠢。传令，城中商户与禁军的交易不必阻拦。将军，让他们买的越多越好，每一笔交易都让咱们的人跟着。我要知道禁军营地的兵力部署、粮道走向、巡逻换防时间。将军高明，属下这就去办。谢公子有言，若萧将军肯将林若雪姑娘送出城外，大军可暂缓进攻，给将军3日考虑。请上来喝杯茶。谢公子年纪轻轻，倒是性情中人。那是自然，我家公子文武双全，对林姑娘一见倾心。听闻谢公子在京中也颇受女帝器重。那当然，陛下对公子信任有加，此次出征便是明证。朝中那些反对的声音，想必也压下去了。将军有所不知，那些人是陛下亲自下令处置的，谁让他们不识趣，挡了陛下的姻缘路？铁证。多谢转告，回去替我问谢公子好。女帝，你亲口说的。来人，给使者带句话：林若雪已被逐出城，不再落霞。谢公子若想寻她，不妨去城外乡野碰碰运气。要吧。将军，消息传到禁军大营了，谢景兰分出5000人，四散搜索城外村镇。5000人够了。传朝体入和第3队队正来见我。禁军粮草转运点，这里，300人，绕到南面，天亮前全部烧掉。属下明白。你带100人，在禁军营地周围10里范围内插旗帜，布空帐，设假造。将军，这是让他们以为城外还有一支大军。子时出发，走城西暗门，记住，烧完就撤，不恋战。烧吧。将军，禁军营中开始断粮了。谢老夫人什么反应？谢老夫人在帅帐里拍了桌子，要求立即攻进。谢景罗呢？谢景罗说：“再等等，林姑娘还没找到，
姑侄二人当着众将的面吵了起来，军令不一，底下的兵不知道听谁的，已经有人开始往南跑了。军心散了，但谢老夫人不会坐以待毙，她会动手。加派暗哨，盯死谢老夫人的亲卫动向。她要是绕过谢景兰调兵，我要第一时间知道。小的是禁军左营百夫长，姓周，小的要投诚。投诚？就你一个人？将军，谢老夫人已经疯了，她绕过谢公子，调了3万精锐，明日寅时强攻东门。她说东门是旧城防图上的薄弱点。东门，旧城防图上的薄弱点。我进城第3天就把东门推倒重建了，3道绞杀阵刃，就等着有人往里钻。传令全军，今夜不睡，东门所有暗哨、陷坑、床弩全部就位，让伙房多烧点热水。明天天亮之前，有人要送死。3万人。来吧，阵型紧凑，推进有序，老将的手笔。将军，进入射程了。不急，谢老夫人确实有本事，换个对手，这一波够破城了。可惜，上钩了。现在。谢老夫人反应够快，但我等的不是这一刀，是第2刀。禁军将士听着，你们的朝廷抛弃了北疆7万将士，现在又把你们派来送死，放下兵器，不杀。投降24300人，溃逃约3000，伤亡不足3000，缴获盔甲17000套，长枪8000杆，弓弩3000具，工程器械全部完整。伤兵呢？已经在救治了。咱们军医不够用，我从俘虏里找了20个会包扎的。做得好，给俘虏吃饱饭，不许打骂。将军是想把消息送去禁军大营，告诉谢景兰，人在我手里。谢老夫人气得摔茶点也没用，谢景兰一句话就毒死了他。姑母，您败了3万人，还有脸说话？物资到手，但真正值钱的是人心。将军，8000人都是精壮，说要留下跟将军干。8000人加上原来的8000，16000。将军，北面急报，雁门关方向蛮族骑兵集结，至少5万，去把那8000人编入各营。将军，3天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也得急，蛮族不会等我们准备好。南边的刀刚挡住，北边的狼又来了。这天下不让人喘口气。什么大汗大单于左贤王将军，能说人话吗？简单说，蛮族要内讧。内讧？那不是好事儿。大汗老了，2个儿子争位，大单于6万骑兵，左贤王4万，已经打了3次，死了几百人。雁门关是左贤王的地盘，女帝许他雁门关和北疆数城当嫁妆，换他称臣。我的天，把咱们的关卖了！大单于营，蛮族倾巢南下；左贤王营，雁门关合法割让，2条路都是死局，除非他们一直打下去。至少3个月，可能半年，够了。够了？够干什么？这玩意儿，蛮族骑兵撞上来扛得住？精锐战兵8000，辅攻4000，新兵4000，16000人。粮食储备翻了1倍，兵器作坊日产长枪200杆，箭矢3000支，人口从2万涨到3万5。军屯制、商路改造、流民安置，你从哪儿学的这些？这不是一个武将该会的东西。你只管账目对不对，别管我从哪儿学的。
我要救人。镇北军家属3000人，老弱妇孺，看守500。营地在雁门关以北40里，地形开阔无遮蔽，强攻不行，动静太大。3000人一夜转移40里，将军，这蛮族底层士兵3个月没发军饷。买通看守，里应外合。营地附近预设3个接应点，分批转移。就为了救人7万镇北军的妻子、母亲、孩子被朝廷卖了，他们的丈夫、儿子、父亲比任何人都恨京城那位。救回这3000人，他们会拿命跟我们拼。什么时候动手？等一个时机。将军，大单于和左贤王约了10日后会盟，雁门关守军已经被抽走3分之3，时机到了，可以救人了。将军，你不会是想……救人是小事，关才是大事。16000对1万，攻城战，将军，攻城得3倍兵力。谁说攻城？雁门关守将完颜术10日后带5000骑兵北上会盟，只留5000守关，5000蛮兵兵力不足，士气低迷，军饷3月未发，而我有1000重甲步兵，8000精锐。如果营救和夺关同时进行呢？去把林月瑶叫来，粮草辎重10日内必须备齐。将军，南边来了封信，战书。卧牛镇落霞城南边100里，谁？一个叫叶晨的小子，师从什么铁枪周猛，号称百人敌，手底下聚了2000多流民，竖旗替天行道。林若雪在他那儿，这小子对他一见倾心，放话3年夺天下，封他当王妃，还说要替他讨回公道。2000流民1个月聚起来，一批来历不明的粮草军械，一个突然冒出来的英雄，太刻意了。点兵5000，明日出发，3日内荡空破牛镇。不先派人去谈谈？战争不是比武，我没兴趣陪一个画饼看多了的小子演戏。都给我站直了，怕什么？老子当年在战场上杀过。三面合围，顶住！给我顶住！弓弩手，放。周师傅他死了，全世界一炷香都没撑过去。不可能，师傅是百人敌，怎么会？叶公子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话本里没写过这种情况。小叶，你敢不敢与我公平一战？公平？战场上从来没有公平。你输了，不是因为运气不好，是因为你根本不懂什么叫战争。将军，你看这个，磐石城李家的商号，粮草、铁器、皮甲、箭矢全是他们供的。他们吃饱了撑的，资助一个流民头子来找咱们麻烦。守军2万，城主李家3兄弟各掌1部兵权，南下必经之路，咽喉要道。将军，北边雁门关还没打，南边又要。北有雁门关，南有磐石城，想活就得2头都吃下来。赵田柱，你带重甲步兵营1000人，精锐战兵4000走正面。正面佯攻。佯攻，你的任务是把5000守军全部吸引到南城墙，我亲率2000精锐从西面暗道入关。什么暗道？镇北军老兵交代的。雁门关西侧山壁有一条遭废弃的排水暗道，可容2人并行。蛮族不知道。要是情报有误，2000人全得死在里面。所以我亲自去。同时，第3路500轻骑，带上买通的内应，趁夜救出3000人质。雁门关一破，接应队伍直接从关内撤回。
粮草辎重已经备齐，但三路同时行动，任何一路出问题。不会，蛮族在内斗，守军士气全无，军饷3月未发，这不是战争，是收割。干了！3日后出发，全军晋升，昼伏夜行。将军，磐石城李家内乱，此时不打，急什么？让他烂！李晨兵7000驻城东，李崇武兵6500驻城西，李崇德兵6000驻城南。3部各有粮仓、军械库，巡城时辰互相坐开，不是配合，是防备。将军，三兄弟内斗的原因是林若雪，那个叶晨的女人。3个手握兵权的人为一个寡妇争风吃醋，把2万守军晾在一边。2万人的城，就因为一个女人？老天爷送的礼，不收白不收。5个中高级军官忍无可忍，愿意接触。归降者官升1级，献城者重赏。条件只有一个，攻城时打开至少1座城门。萧将军，万把人，青壮6成，老弱4成，能打的6、7千，剩下是家眷。粮草够吃几日？5日。5日了，他不是来投奔，是来赌的，赌我会收。收，但有3个规矩：第一，编入正规军，听号令行事。你雷虎也一样，我说往东，你不能往西。应该的。第二，不准劫掠百姓，犯者军法处置，不论是谁的人。行。第三，打仗冲在前面，功劳不会少你的，但命得自己拼。痛快！就冲将军这3句话，我雷虎这条命卖了。将军，加上雷虎这批人，咱们总兵力22000了。李家3兄弟为讨林若雪欢心，5日后在城中举办诗会，届时3人齐聚一堂，3条鱼，1张网。雷虎部为先锋，正面佯攻南门，主力1万5绕至城北密林，内焰实时开东门。半年前还是无名小卒，现在2万大军，3路合围，这个人到底要走到哪一步？磐石城拿下，整个北疆再无人能与我抗衡。南面朝廷自顾不暇，北面蛮族内斗未休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，但足够了。足够做什么？将军，磐石城最后一次回报。怎么了？林若雪近日频繁与3兄弟分别密谈，内容不明。她身边新添一名侍女，身形高挑，步伐稳健，行为举止不像伺候人。这女人在搅局。5日后攻城，计划不变。加一条命令给城内的人，盯死那个侍女。她每天见了谁，说了什么，连吃了几碗饭都给我记下来。是。一个死了男人的女人逃到敌城，让3个蠢货为她争风吃醋，现在又分别密谈，她到底想干什么？将军，城内急报，李崇武今夜调兵2000，包围了李承德的府邸，仿佛战役刻被实质化。裂痕从暗处撕到了明面，等不了5天了。传令，全军拔营，今夜出发。将军，约定是5日后。李崇武动了兵，李崇德要么死要么降，不管哪个结果，剩下的人都会警觉。3条鱼正咬在一起，这是最好的网，错过今夜就没有了。雷虎部天亮前必须抵达南门外，告诉秦远，子时改为明夜丑时，东门召开。是。提前2天，雷虎的人能按时到位吗？能。山匪最不缺急行军的本事。秦远那边飞鸽传信，天亮前能到。唯一的变数，李崇武今夜杀了李崇德，明天加固城防，不会围而不杀，逼对方交权，这才是正常人的选择。
跟着萧夜打仗，痛快。姓李的，爷爷来了，有种开门出来，锤爷赏你们一人一下。萧夜，传令李晨明、李承德速派兵增援南门。大爷，二爷请您速派兵增援南门，萧夜大军压境。我这边也发现了敌军斥候，不敢轻动。去吧，就这么回。让老二去跟萧夜拼命，最好两败俱伤。大爷说，防区也发现敌军斥候，不敢轻动。三爷说，三爷的府还被您围着，他出不来。两个废物！3000人，守得住吗？将军，子时快到了。再等。入城。列阵！列阵！秦远，你个叛徒！南门是佯攻，真正的杀招在东面。哪儿跑？南门破了！罪状：荒废军政，资敌通匪，鱼肉百姓。是林若雪，都是那个女人蛊惑我们的。没有她挑拨，我们兄弟怎么会？你们手握2万兵权，守一方百姓安宁，为一个女人荒废一切，这不是别人的错，是你们自己不配。收押候审。将军，林若雪，有人报告看见一个女人被困在里面。封锁周围街道，控制火势，优先保护民居。那个女人的结局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。总兵力38000，控制北疆2座重镇。半年前我还是个管粮草的小吏，现在是北疆都护府长史。将军，下一步是什么？等，蛮族内斗的结果快出来了，无论谁赢，他们都会南下。而我们要在他们来之前，把雁门关夺回来。左贤王，大单于臣服，8万铁骑正在集结。目标呢？先取落霞城，再南下。8万铁骑，多久？按路程和集结速度，不到1个月。召集所有将领，半个时辰后议事厅。38000对8万铁骑，雁门关还在别人手里，时间不到1个月。蛮族8万铁骑，目标落霞城，时间不到1个月。落霞城驻15000，磐石城留8000，其余机动。散了，各部今日起进入战备状态，粮草辎重3日内调配到位。将军，38000对8万，够了。跟了他这么久，我学会了一件事：这个人说够了，就是真够了，不是安慰人，是算过的。
南面急报，一支大军从南方北上，打着为叶辰报仇的旗号，兵力约6万，统帅苏长风。6万，腹背受敌。你认识？认识。叶辰麾下第一猛将，万人敌。但此人脑子不太灵光，重义气，谁对他好，他就跟谁卖命。6万人什么成色？多是流民和溃兵拼凑的，真正能打的不超过1万。6万乌合之众，不足为惧，但时机是个问题。若蛮族和苏长风同时动手，首尾不能相顾，必须先解决南面。我亲率1万精兵南下。将军，北面落霞城守军死守待援，不得出城浪战。蛮族没那么快来，我3天内解决苏长风。1万对6万，3天。这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是疯话，他嘴里说出来也像疯话。但我们都经历过落霞城之战，经历过磐石城不战而下。营寨扎得毫无章法，巡逻稀疏，辎重随意摆放，乌合之众。将军，直接打，趁他们没防备。不急。站直了，一个个跟面条似的，这也叫兵？叶帅啊叶帅，你留给我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？武艺高强，性格单纯，重情重义。叶辰待他有知遇之恩，所以打着报仇旗号北上。但叶辰做的那些事，他未必不清楚。这种人不能硬打。柳如烟，将军，明日你出阵，替我送封信。劝降书，念给他听。他要是不听呢？他会听的。来者何人？北疆都护府麾下柳如雪，奉萧将军之命，有书信呈于苏将军。女将，还是来送信的。朝廷腐败，百姓流离，叶辰拥兵自重，鱼肉乡里。蛮族8万铁骑即将南下，北疆危在旦夕，自相残杀，只便宜外敌。苏将军若真念救主之情，当知叶辰所为非正道。今蛮族压境，汉人自相屠戮，谁人得利？萧某不才，愿与将军携手御敌，共保北疆百姓。将军，别听他的。叶帅确实做了不少混账事。将军，苏长风愿率全军归降萧将军。你做了正确的选择。北疆的敌人在北面，不在这里。这人的眼睛跟叶帅不一样，叶帅看人像看棋子，他看人像看人。那个柳将军，他没，我就是问问他成亲了没？说正事，你北上途中截获过一个蛮族信使。对，差点忘了。这信我看不太懂，但感觉是大事。左贤王至女帝，大军南下在即，届时请陛下下令各关隘守军不得抵抗。事成之后，天下共治。落款日期10日之后，10天。女帝要把关隘拱手让给蛮族。传令。你们将军他要干什么？将军，全军明日拔营，目标北上。10天，六纲收编的降兵8万蛮族伙徒，一座不在我们手里的雁门关，还有一个要把整个天下卖给蛮族的女帝。通知柳如仙，让他把苏峰的3万战兵连夜整编完毕，来不及慢慢来了。从现在起，10人一伍，50人一队，打散重编，原部建造全部取消。凭什么？老子跟苏将军出生入死！压门关，蛮族主力尚未集结完毕，左贤王的8万铁骑分散在草原各部，全部到位至少还要7天。这7天是我们唯一的窗口。直接打，4万人攻雁门关。不急，关北60里有一处营地，蛮族扣了3000镇北居家属在那儿。我若强攻雁门关，蛮族第一件事就是拿这些人开刀，所以攻关之前，先把人救出来。主力4万人大张旗鼓北上，摆出强攻之态，把蛮族的注意力定死在雁门关正面。同时，一支轻骑绕到西侧山路，潜入关北营救家属。谁去？给我多少人？ 3000。
细作花了2个月画出来的，买通看守用的，让他们看见这片旗，让他们知道，没人忘了他们。动手！镇北军来接你们回家。跟我走，别出声。跟我上！所有人加速，走不动的上马。走，别停！嫂子，弟兄们没忘你们，萧将军说了，欠你们的他会还。回来了，将军，我们要打仗，我们要报仇。给你们单独编一营，营号镇北。这支队伍不需要动员，不需要训话。将军，关内守军不足10000人，左贤王为集结主力，3日前抄调了6000人北归。不足10000人，10年了，雁门关的防守从未这么薄弱过。全军休整1夜，明日攻关。等这句话等了3年了。镇北营全员请战，打头阵。让他们打。明天那面旗就该换了。10年了，雁门关后面是我们的家。今天把它拿回来。这个人从来不说废话，但每一句都砸在人心窝子上。挨了至少1仗，带5000人绕过去，等正面打起来，你从西侧上。给我半个时辰。集合，再上！第3次，跟老子上！爷爷到了。重甲营，跟我上！进去了，镇北营上！我爹死在你们刀下，今天账清了。希文你好了，发。雁门关已复，北疆门户重归我手，蛮族南下之路自今日起断了。将军，左贤王亲率8万主力南下，急行军5日后到。将军，朝廷颁布天下亲王令，号召各路兵马北上剿灭！剿灭我？好，都来吧。将军，南北夹击，这是死局。秦王令是废止，各地藩镇早就各怀鬼胎，谁会替那个女人卖命？真正要我命的，只有北面这8万骑兵。将军说打谁，镇北军就打谁。末将领命。将军放心，俺搬的石头砸班子脑袋，砸蛮子脑袋保准开瓢。
急行军5日，人马俱疲，急了就好。萧将军，左贤王有话带道，何必为一个抛弃你的朝廷卖命？规训我族，封南面可汗，共享天下。这座关是我从你们手里夺回来的。稳住，等他们撞上巨墨。放。给老子顶住！将军说守住，那就守住。将军，塞外敌军后营大乱，有人烧了他们的粮草辎重。等了4天，大单于，你终于动手了。大诈单于左贤王争位多年，8万主力尽出，王庭空虚，这就是最好的时机。将军，开城门！骑兵集结，全军出击！马蹄声如雷，杀声震天。将军，接下来是南下吗？先安北疆，再定天下。这个荒唐的世道，该有人来收拾了。陛下已封，朝中有人欲行废立之事，请将军速决。将军，京城又来了一封，这封是皇宫里出来的，署名是大太监总管王德全。有意思。萧夜。